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较量快见分晓了那么先说新闻美国能源部8月26号宣布，未来5年会投资6.25亿美元支持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然后保持在这个领域的领先。那么这笔资金再加上一些私人领域和学术部门的3.4亿美元，总共是将近10亿美元。那么未来5年要创建12个新的研发中心这是能源部的一个部署。那么2019年的11月，大家知道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谷歌宣布他们实现了这个量子计算然后今年1月，这个谷歌量子计算的这个项目的主管叫 Nevin 呢，他说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这个计算领域然后美国的工业设备供应商叫Honeywell 在今年3月份，他说他们很快会推出世界上最强大的量子计算机那么我讲这个新闻表达什么？表达2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的意思，美国的科技领域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危机意识因为他们在高科技领域，高科技基本上是美国的看家本领就是他们现在的主要的产业是高科技，所以他在这个领域一直持有非常强的这种危机意识。然后你可以看他们非常的重视来自中国的竞争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尤其是有3个领域现在是非常受重视，一个就是量子计算，或者是大运算高速运算领域运算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工智能，还有一块就区块链区块链这一块也是很重视的但是区块链跟这个加密货币捆绑在一起，所以它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参与我们今天讲一个什么呢？这件事情是由哪里来的呢？这件事情是由最近一些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大规模的投资和他们的以及美国政府的一些制裁美国政府的一些制裁对中国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企业似乎影响不大但是其实不然就是说包括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包括这个美国的一些媒体都在报道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一些真正的影响在哪里。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就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之间的较量中国一直想在人工智能领域，在这个领域呢弯道再超一次车但是似乎超不过去我们来看一下天眼查大家知道吗？天眼查是一个专门进行这个企业的这个调查的一个应用软件天眼查的数据是这样的，截止2020年的8月20号，那么中国新增加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超过21万家，比去年增加了45%，很吓人吧中国有95万家企业，它的业务范围包括什么呢？人工智能、机器人、数据处理、云计算、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个数字一出来呢，把很多国家都吓了一大跳
就中国人工智能以10万计的企业啊，一年增加21万家企业，然后中国有95万家企业，95万家企业，它的业务和人工智能有关。那么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那得上天了，是吗？啊，这是个很恐怖的数据。那么当然事实不是这样啊，事实不是这样。那如果它的业务范围涉及到这个啊，或者是它的企业的属性，增加了人工智能的这种属性，未必代表这家公司就是一家人工智能的企业啊。那么它跟什么？可能它跟股权融资有关，可能跟这个政府的补贴有关，也可能跟这个什么装点门面有关。所以这个数据呢，不能代表任何意义啊。就是说这些数据99.99%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现在除了政府的人脸识别应用就是有明确的需求以外，甚至包括自动驾驶这个领域都不成熟，都没有形成成熟的这个业务链，所以能够真正活下来的都是初创型的企业，所以没有一家成熟的企业可以依靠现有的这个业务活下来。所以你想一下，普通的企业活得下来吗？活不下来的啊。那么英国有一个调查机构叫 TechNation 啊，他们调查显示，过去5年，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啊，吸收了全球投资的一半，就是55%啊56%啊，从2015年到2019年。美国的募集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项目募集的资金占全球的多少？56%啊，56%。它募集的资金有400亿美元，中国排第2是150亿美元，然后占多少？22%。英国40亿美元排第3，占6%啊。你看这个距离差距是非常大的。第一，美国400，然后中国150。英国40，所以你看这个级别这是个量级的差别。好，到了19年开始，全世界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开始回落。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啊，人工智能回落，美国政府开始，就是川普政府开始在这个领域投钱了啊，政府开始投，在美国政府投钱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然后2019年，美国大概是获得了850项的投资啊，就是有850个人工智能的项目获得了融资，融资金额是147亿。那么英国是200，中国是100啊，中国你看就排到第3了，看见没有？啊，但是呢，这个数据呢有点疑问啊，有什么疑问呢？美国风险投资协会叫 NVCA 的这个报告，2019年，美国有1356家这个公司啊，就是 AI 项目的公司，募集了18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啊，比这个 TechNation 提供的这个数据要多得多啊，多很多啊。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样？中国的情况，2019年。中国2016年是中国的高峰啊，就是 AI 投资的高峰，17、18也仍然是比较高啊，但是其实开始回落了。那么到了19年呢，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啊，断崖式的下跌了多少呢？投资的数量是371，比这个 Technician统计的要多，然后它的募集的资金是271亿，比上一年分别下跌了多少？数量下跌30%，金额下跌60%。
就是基本上你就要看断崖式的下跌啊。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窗口期已经关上了，就是外面的资金再进入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项目呢，基本上就是不太有人再往这里面走了，就因为窗口已经关闭了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好，我们来讲讲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投资的市场的情况，好吗？第一个高峰是什么时候？最高峰是15年啊，15年到16年是中国人工智能投资的最高峰。那么15年、16年分别是多少呢？一个是15年是212， 16年是219啊。那么这两个呢是最高，到了我看一下啊，这个数据212， 219，到了17年、18年就开始掉下来啊，这个高峰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高峰啊。那么78%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成立在2012年之后啊，那大概是到了2018年，其实这个窗口就开始关闭了，这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峰期啊，高峰期。然后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分布，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企业分布最多的是在哪里？北京，有422家人工智能的企业啊。第二是哪里？第二是深圳啊，深圳是167家，然后跟着就是上海，所以北上广深是有道理的啊。上海是153，常州是107，广州是43，所以你可以看到，广州在高科技领域是明显在落后啊。落后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深圳在前面，所以很多经常我们说双城记是有原因的啊，他们会形成一个排斥的效应啊。然后就是在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啊，中国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呢都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层，下面的这些开发底层的谁在做？美国在做，所有的底层的算法、底层的平台、应用平台都是美国的企业啊，中国的企业全部都在应用层面。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手机啊，手机也是这样。手机你看，平台是谁的？平台是谷歌的，安卓的平台是谷歌的啊，苹果手机的平台也是也是美国的。但是这个应用啊，开发手机各种开发是中国，芯片是谁的？芯片是美国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控制了什么？控制了基础性的东西啊。中国在基础性的领域呢，很少投资，都是投资在马上可以见效的什么啊？就是我们讲我们讲一下人工智能，在中国人工智能的应用有13个领域，最大的一个领域是什么？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视觉是什么意思？就是监控啊，就人脸识别。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天网就是什么？天网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摄像头。摄像头干什么？拍人脸，就是人脸识别。人脸识别用在哪里？安防。安防是谁要？公安部、警察要的啊。所以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29%排第一，就是计算机识别。第二是什么？数据挖掘。数据挖掘跟什么配套？跟大数据配套。
干什么？但是用来干什么？查你呀，查什么？查，比如说外汇管局要查，外汇管理局要查，查什么？查谁是地下钱庄换钱的，所谓穿透式监管。中国证监会用来干嘛？用来查那些老鼠仓啊，查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些主管有没有泄露情况啊？这就数据挖掘。所以你看，这些所有的这些应用最广的，马上就能获得订单的行业，都是些什么行业？都是跟政府有关的行业。政府拿来干什么？政府拿来对付屁民的，对付韭菜的啊，就是他们在这个领域就非常的发达啊。你看啊，计算机视觉、数据挖掘，然后是智能语音技术啊。智能语音技术谁用的最好？微信用的最好。大家不要以为我在里面说话啊，我在里面说话，你就大家是听用微信进行通话就没事啊，一样的。你们的通话也是在被监控的啊，是被监控的，会录下来的。所以智能语音技术啊，然后是机器学习，然后是机器人，然后是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处理就有点像什么科大讯飞啊，这都是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啊，知识图谱有点像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可以发图片啊，就是经常你在这个叫什么？你在微博上面啊，这个我发文字上就会被认出来，我就把文字变成图片。这个以前小米手机有一个功能，是小米手机，不是小米手机，是那个谁？是那个锤子手机。锤子手机有个功能，它什么功能呢？就是把你的这个你在那个记事本里面记的一个文字，把它变成一张图片。然后你就直接发到哪儿？发到微博上，微博就没办法认出来。那么很多你涉及敏感的，就用这种方式发。现在行不行？现在不行了，因为他们实时能够认出你的这个图片上的文字，所以所以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跟人工智能有关的，在中国能够活下来的，都是政府对人民的监控有关的技术，都是这些。就是这些。所以人工智能的公司，特别是一些初创公司，他们都在做什么？都在帮政府做坏事。所以这些公司被美国制裁，也是有道理啊，有道理。然后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涉及到这些人工智能涉及到行业。农业我就不知道了，安防啊，那安防毫无疑问是排第一的，然后是汽车自动驾驶、工业制造大健康、行业解决方案、互联网服务、航空科技、家庭建筑、企业服务、金融啊、基础元件、机器人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啊。然后募资的情况就是2017年。到最高峰，然后就是2016年的数量多，但是金额没有2017年大。2017年的投资金额最高，425亿啊，然后就开始往下跑啊，往下跌。然后有45家中国人工智能的企业啊，那么这45家企业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旷视啊，比如说云钉啊，比如说今日头条啊，比如说抖音啊，比如说华大基因啊，比如说这个极链科技啊等等啊，这个有45家。中国现在就是你看得过去比较成型的头部企业，中国有45家啊。那么77家上市啊，中国有77家上市公司。就是跟人工智能开发有关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啊，其中有35家在 A 股上市，有5家在港股上市，有8家在美股上市，新三板有29家啊，大概是这样啊。好，我们就讲从2019年10月开始，
2019年10月开始，这个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发生什么变化？美国宣布制裁多家这个中国的 AI 公司啊。这制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参与了什么？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监控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参与了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监控啊，做监控。其实中国的 AI 公司大部分都涉及到这个领域，一个是监控，一个是大计算、大数据的挖掘啊，就是看你们的短信，看你们的语音，去找出你们之间的关联啊，去干这种事情啊。那么在中国的 AI 公司当中有4小龙啊，哪4小龙呢？商汤科技、旷视科技、云从科技、依图科技啊，业界叫它4小龙 ，AI 4小龙。然后这个10月份的制裁28家，中国有28家这个实体啊，那么其中有3家被制裁，商汤科技、旷视科技和依图科技被制裁啊，一网打尽。然后到了今年5月，又有一批新的7家实体被制裁。那么这7家实体被制裁，其中云从也被进去了。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AI 4小龙全部都被美国制裁啊，美国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对中国的 AI 的公司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有几个影响。第一个影响是什么？影响他们的供应链。这些 AI 公司，你想一下，做监控设备需要什么？芯片啊，需要芯片。那么如果这家公司被制裁，那你的芯片就没办法从美国进口，那你就必须干嘛？必须买中国本土的这些芯片。本土芯片行不行？行啊，但是差一点啊，就是这样，就差一点啊。那么差一点，他看现在呢，很多中国的 AI 公司，就是做这种产品的公司，他上来已经囤了很多货啊，但是等他这个囤的这个货用完了，那就要开始用国产的这些芯片了。那国产的芯片这个可能就原来100%能认出来，那么现在只能认出60%，大概是这种情况啊。那么另外一个，这是一个就是制裁对这些人工智能的企业产生什么影响？第一个，供应链会产生影响，比如说核心的元器件啊产生影响。还有一个什么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上市融资受影响。那么旷视本来是计划从2018年开始启动上市，到了2019年，旷视已经有9轮融资，他们已经融了13亿美元啊。然后他们在2019年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了啊，这个招股书都已经交了啊。然后准备在香港上市，做一个真正的上市的人工智能企业。结果10月份啊，美国制裁港交所肯定不会给它上市的了。然后旷视应该是会准备在上海上市啊。商汤科技之前融资了，我印象中应该是7轮还不到8轮。然后他去年9月份制裁到现在就没有再发生过融资了啊，就是应该是投资者就不干了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呢，就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美国的制裁对这些头部就是最顶尖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投资热潮的退去，那么中国的在 AI 这个领域的这个
往前跑的。原来中国的策略是什么？人海战术，大浪淘沙，使劲的往里面投钱，投了非常多的钱上万亿，这是个万亿的投资级别。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会觉得有点害怕的原因是中国在这个领域投了太多的钱，这么多的钱，大家就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肯定很厉害，结果厉害的都是做安防去了中国在安防这个领域的确是很厉害，中国在人脸识别这里，就是说他们已经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就是说不认人脸。第一个就是人脸不是问题人脸全部都能认出来。第二个，戴口罩能认出来这是第二个，就是他不认脸，你戴着口罩能认出来。第三个不但不看脸都能认出来，现在已经发展到不看脸都能认出来。怎么看步态？通过步态能够分辨谁是谁，所以他在这个领域真的是非常发达因为他投了那么多的钱，然后他有大量的数据给他用，然后后面有警察的订单政府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很多很多的资金，所以这些在这个领域就非常的发达。那么但是中国有2个核心的问题，在 AI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有2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基础算法中国不掌握都是应用层面的，基础算法它没有基础的算法那么还是要拿美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础的应用平台也是来自美国的，就这2个，这是一个短板这是一个短板。这个短板如果真的有一天大家真翻脸了，那么上面建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谷歌，还是有点像谷歌这智能手机，就是你的操作平台是谷歌安卓但是如果你真的跟他翻脸了，他不让你用安卓的话，那你的手机就裸奔了，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其实在这些投资者当中有2个投资者是最积极的第一个投资者叫真格真格投资我看了一下在这个投资机构当中前10名，第一，真格基金。真格基金的老板就是腾讯的第2大股东就是一个是真格，一个是 IDG， 一个是红杉资本，一个是创新工厂，一个是经纬中国，一个是联想之星，一个是宏泰基金，还有腾讯、诚信资本和北极光。那么排在前面的第一个就是真格真格是投了很多钱，他排第1。第2是 IDG 是美国的，第3个红杉资本也是美国的那么创新工厂也大部分来自美国就是那个谁叫我一下子嘴边还忘了创新工厂也有一大部分是美国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美国在中国的人工智能这边也投了很多的钱。但是呢，你要知道在这个领域投资窗口一关就是基本上再往这个市场上投新的项目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了。那么现在就是看还有多少资金在往里面投基本上就是续现有项目的命。那么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应该中国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不多吧，大概倒个30%到40%是常态。那么如果厉害的话，可能50%以上都要倒闭。中国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什么？进入这个市场的资金断崖式的下跌，去年跌了60%，你想一下，今年会是什么情况？很多资金，你现在大概有60%的中国人工智能的项目只融了一次资，只有一次融资机会融到了一次钱，你后面还要开发，继续要开发，你基本上要融。你看一下现在头部的像旷视
旷视是9次融资。你想那些只融了一次资金的企业会是什么后果？那就是找不到钱就得关掉了。所以你今年可以看，去年我不知道倒了多少家，但是今年倒掉30%到40%是一个常态。如果情况再严重的话，那大概要倒掉50%以上。所以中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的领域啊，中美之间的这个较量基本上快要见分晓了。那过掉今年以后，你可以看一下，中国在这个领域基本上就没有太强的竞争力了啊。所以美国的同行们那个紧张是有点过头了啊，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老实讲，在高科技领域基本上，美国控盘。美国控盘。那么中国经常想弯道超车，但是弯道超车希望用大量的投资的方式来实现弯道超车，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在高科技领域，投资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个充分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大量投资。你就比如说像三星在芯片领域是全世界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家公司，它扔最多的钱，所以它才能有一席之地。你不扔这么多的钱，你根本就站不住，这是第一条。但是你扔这么多钱，不一定你就站得住。就说你必须扔这么多钱，但是你未必有用。你不扔这么多钱，想都不要想。但你扔这么多钱，就是中国现在扔这么多钱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所以再加上美国的制裁其实有没有行业竞争的因素？老实讲，我觉得是没有啊。为什么？美国的制裁其实主要的出发点还是政治因素。那你说会不会有人在后面弄点手脚，让他们去多制裁一下？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啊！中国人一直认为啊，美国政府其实是被资本家控制的，但以我观察来看，资本家根本控制不了美国政府，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不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啊。那美国政府有没有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美国政府根本考虑不过来，因为政治因素更大啊，政治因素更大。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制裁这件事情，美国的制裁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头部企业有非常大的影响和打击。然后你头部这块，你想想，头部这一块被枪打出头鸟，下面的这一大票的企业面对的问题就是找下一口饭怎么办的问题。然后进入这个市场的资金在急剧下跌，去年跌了60%，今年不知道跌多少。今年的数据我没看到今年的数据啊。那我估计比去年还得少。那你想，已经在市场上存在的这些企业有这么多家，那钱就撒点胡椒面下去，那就大量的倒闭。应该是今年的情况应该是这样。过完今年，你再回头看一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应该就见分晓了啊，大概就这样。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提醒一下啊，那么最近平台洗粉严重。我请每个网友都检查一下你们的这个订阅还在不在啊？如果没有了，就补一下，然后再检查一下小铃铛有没有点亮。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我们的直播。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啊。昨天有网友提出来加一个情绪，可以，我觉得也不错。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我们来试一下，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好，我们以后就坚持；效果不好，我们再改过来。好，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
明谢 Max the dog，王老师每天听你的直播助眠，喜欢你的客观态度，祝频道蒸蒸日上，加油！希望明早 AirPods 不要再丢掉。OK，AirPods 掉了吗？注意啊 ，Max，我们家的狗狗也叫 Max。OK， 谢谢你啊。观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是一个领域，人工智能的概念基本上是美国搞出来的，大数据中美在同一个起跑线。大数据中美不在同一个起跑线啊，大数据中国跑得更前，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大数据的应用更多，而且中国在个人隐私方面的保护没有那么严格，所以中国的大数据的应用更广泛，它的用处更多啊，所以大数据中国那边特别是一些应用层面，中国更厉害。提问：抖音算不算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分析？我觉得他们在用各种虚假视频洗脑，不喜欢，因为大量的虚假信息。比如我那天看一个新闻，一个女司机开车掉进升降立体停车场里面，好像不死个人是不能进抖音。抖音肯定是有人工智能的，因为这种推送必须用人工智能去推送，它必须要有个算法啊，这个应该是人工智能的。那么大数据分析也应该有大数据分析，就比如说某一个 tab 的视频，他发现它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抖音的做法其实很简单。他对每一条视频都给他不同的标签给他很多的标签，就是根据他视频的内容给他加标签，加完标签之后，给每个用户也加很多标签，根据你的消费习惯加标签，你每一个消费他都会算一下，算完之后他会给你加一个标签，然后用这个标签进行匹配。然后大数据是什么？大数据就是发现很多人对某一个标签的用户对某一些标签的这个视频感兴趣，他就进行这个大数据的挖掘，用这些大数据的挖掘的结果来推送这些视频给相应的用户。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逻辑，所以这里面涉及什么？涉及人工智能，也涉及大数据，两个都涉及。情况刚刚看到新闻，中国政府把 TikTok 的核心人工智能系统列为居民融合技术，并且禁止出口。TikTok 彻底歇菜了，卖都卖不了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怎么卖？那美国 TikTok 你说的 TikTok 应该是这个抖音吧，不是 TikTok 吧？如果 TikTok 的话，是讲的是美国的那如果他把抖音的人工智能系统列为居民融合技术的话，它不能出口的话，那美国的 TikTok 就没办法了，因为它有很多大量的共用代码就没办法实现了，那就没办法卖了。那就是中国政府不想让这个叫什么数字跳动把这个 TikTok 卖给美国的公司，应该是这样。如果是这个新闻是真的话，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想法，就是不想北京数字跳动的公司把它的海外业务，就是抖音海外业务，就是 TikTok 卖给美国的公司。原因我觉得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他不想让外国的公司看到 TikTok 的后台是干了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是这样观点，我就感觉中国的人工智能就像当年机器人一样，都是骗钱的，最终是一地鸡毛。当年各种共享概念的时候，国人觉得中国太牛逼了，不到1年只是一地鸡毛，各种一地鸡毛，光伏一地鸡毛，对吗？
光伏，你想光伏现在倒了多少家啊？扔了多少钱进去，也是万亿的投资。然后就是机器人，各种各样的。所以我经常讲的一个观点啊，其实是不断的被证实的，就是中国的所有的产业政策，中国所有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没有成功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叫汽车啊，电动车的政策补贴到现在，你看一下中国有几家靠谱的这个电动车？没几家靠谱的电动车。小鹏是偷的啊，然后就是那个叫 NIO 还行，NIO 还不错啊。那但是 NIO 是在美国上市的啊。观点 ：CCP 的人工智能是监控人民，是高科技的奴隶社会。美国的人工智能是科技以人为本，中国大数据主要是针对居民的个人各种信息处理，国外的主要是科研方面吧。反正中国的私人隐私是不被保护的，所以在这种大数据挖掘上，就是使劲挖掘中国的隐私呗啊。情况加观点，王老师你好，我在国内从事智慧城市行业，做软件开发，职位产品经理，产品服务对象是政府，产品功能信访人员、前科人员等管控。安防摄像头接入，居民信息一体化管理。所谓的智慧城市，就是进一步加剧社会控制，感觉自己在助纣为虐，基本上是这样。你现在看到的，在这个领域有饭吃的企业，都是助纣为虐啊。观点：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用在割韭菜，在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上，宛如上个世纪的技术能力。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寻找被拐卖儿童。如果他把这个技术放在寻找拐卖儿童上面，那当然很厉害，但是他们不做，为什么？他没必要，他认为没必要做，所以就没有做啊。观点：大疆无人机创始人曾经说过，我们现在做的跟上个世纪改革开放的时候做冰箱、山寨机是一样的。我本身就在华强北，一个简单的电路芯片需要各种渠道进来，中国在做的只是最表层的制造和低人工赚钱，其实这和种地没啥区别，只是看起来好像档次很高的样子。提问：当美国的人工智能的基础不再给中共使用的时候，中共的人工智能是否就凉了？是的，基本上是这样。如果不给它用算法，那上面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应用层就没有用了，就停摆了啊。观点：坐标东京，来日本第29年，从国内大学退学来日，读的是经济系，在日本就财阀工作多年，自认很了解日本。昨天听了王先生谈安倍辞职对日本的影响，非常钦佩王先生对日本深刻并且全面的认识。今天日本经济新闻里面很多内容都和昨天王先生谈到的内容有关，谢谢你的肯定，谢谢啊。观点：了解一下寒武纪就知道了，号称 AI 芯片第一股，其实就是个初创公司，没客户，没核心技术。观点：国内无论怎么投资，都需要短期见到成效，如果不能在2年内看到回报，是不会投资的。而恰恰人工智能也好，芯片也好，都需要大量资金、大量人员的长期投入，这是国内环境不能容忍的。非常正确，非常正确。问题：王老师好，王先生好，特别喜欢你的分析，学到很多东西。你说了很多中美脱钩以后，中国在各个领域会逐渐萎缩掉，但是作为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没有能力移民的百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境遇，真的很无助。那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大浪潮面前，我们的个人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太多。我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大家有没有印象啊？80年代曾经有一个涨价潮，88年左右啊，88年那个时候大家就去抢购啊。那个时候说这个很多公司把他们仓底摆了多年的这个劳保手套都卖空了，所以可见大家是那种恐慌性的抢购啊。恐慌性的抢购有没有用？没有用，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家没有抢购，我父母是个非常理智的人，就是有些人买盐都买个3-5包啊，10包8包的盐放在家里，我们家里没有抢购，什么东西都没买，该涨就让它涨。后来我问我妈妈啊，说为什么当时我们家里不抢购？我妈妈说你买10斤盐，你吃完你还得买，你只能省那10斤盐的差价，那10斤盐的差价可能很大，但是你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那根本不是钱，所以抢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我妈妈的看法，所以他们没有抢购。88年那个时候我家里肯定是没有抢购，所以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其实在这种大的浪潮当中，个人能做的事情真的不太多。那么这是第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第二条，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努力的，就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事情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努力。做一些什么努力？就是比如说这个网友说啊，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力移民这件事情啊，我们没有能力移民这件事情，首先这个前提是约束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从来不想移民，其实我是个拒绝移民的人啊。那么从90年代，从我90年去的香港啊，那么97前的大家知道，97前是有个移民潮的，我那个时候我就很抗拒这个，我就不愿意去移民。到后来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我都没有移民。但是在这次我就决定还是要离开了，因为我觉得，你会面对在这一个浪潮当中，我当时的决定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后面是什么，就是说中国开始，你往前看啊，过去20年。在过去20年当中，我不敢说我很清楚的预测了中国的未来，但是我在过去20年，我可以很清晰的知道中国的方向是什么，中国发展会是什么，香港会是什么样子，我很清楚啊，我至少有一个确定性，至少我心里有个确定性。但是这次我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一样，这个确定性不存在了。当你不存在这个确定性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离开。这当然不仅仅是为我本人，也为了我的家庭。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预设前提，或者说我们不要在我们自己的前面放太多的预设性的前提。你把太多的预设性的前提放在你前进的道路上，你啥都干不了。所以要把这些预设性全部拿掉，你再去看你的路向是什么，可能你的空间会更大一点。这是一个参考啊，你参考一下好不好？所以第一个，不要预设说我没有能力。大家知道凤姐吗？大家记得凤姐吗？罗玉凤在哪里？罗玉凤在美国纽约。罗玉凤最早是干什么？罗玉凤最早我印象中是服务员，他就是一个服务员，也没读什么书，也没有学历，你更不要说你有什么房子什么的，没有，啥都没有。他就是写了一段文字，然后他就火了，很多人关注他。哎呀，他说我印象中好像我非清华北大不嫁，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话啊，他就火了，然后他就被关注了，然后大家都问，哎呀，这个小女孩长得又不漂亮，甚至是可以说很丑，又没有学历，又没有财产，她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然后就慢慢的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小女孩长得不好看，但是她真的有智慧。她最后她跑到哪里去了？她跑到美国了啊，她在美国。罗玉凤姐能够去美国，那你为什么不能去呢？你的条件还不如她吗？你的条件唯一不如她，我认为是什么？如果真有不如她的地方，那就是她对形势的判断，好吗？和决心啊，还有个决心，决心很重要啊。观点：中国企业或者政府缺乏也不愿意创新，不愿花钱在科研发，习惯拿别人现成的组装。典型的例子是微信，把脸书、WhatsApp 等拼装起来，变成一个全能性的产品，就是这样啊。观点：就好像德国制造传统汽车独步天下，美的根本不屑于汽油车，一辆特斯拉电动车颠覆了所有汽油车的概念。你中共高铁抄作业再好，美的搞个超级高铁，颠覆了所有地面交通工具。你火箭射的再多再便宜，也不如马斯克的猎鹰可回收便宜。这就是思想自由、保护知识产权的创造力，非常正确。观点：今天看到很多讨论马斯克演示脑机接口植入猪脑的话题，大部分国人觉得该技术只是马斯克招募技术人员的会议，没有任何进展。再看看中国双马在做什么事情。情况：商务部把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内容推荐列入居民两用技术，进行出口管制，感觉要搅黄 TikTok 交易收购。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不打自招。对，我们之前的节目我一直在讲啊，就是说我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想让它卖啊，卖了以后就是它的后台不想让人看到啊。情况：中国科技领域的数量根本不可信，比如论文数量，中国遥遥领先，但是这是因为中国有的博士生需要发论文才能毕业，这是海量博士生撑出来的数据。这些论文只是为了学生毕业导师申请经费，很多文章从最初的设计就有极为严重的硬伤。结论要么无用，要么不可信。发表的时候，如果遇到心慈手软的审稿人，心照不宣，知道学生急着毕业，勉强给发表，被拒稿就换一家更烂的期刊，最后总能发出来。中国学术圈很多只是数据好看。我印象中最近有一家什么媒体什么期刊的那个老总被抓了，就是他帮别人发了600多篇文章，然后受贿了800多万，大概是这样，就是个这样的级别啊，忘记了那个名字了啊。情况：刚跟深圳的朋友说了小伙因微信被封从腾讯公司跳楼的事情，墙内完全不知道，朋友第一反应是假消息，为了微信不可能跳楼，是黑腾讯的，看看洗脑多严重。所以就算推了墙，人脑也会自觉建墙。推了墙不一样，推了墙至少有一部分人他会，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算墙倒了，那很多人大部分的人仍然是路径依赖，就是说他原来是看网易，他还在看网易，他在看这个今日头条，他还在看今日头条，他不会因为墙倒了他去看更多的信息，大部分人是这样，但是仍然会有一小部分的人墙倒了以后他就开始搜索其他的信息来源，会有人这样，这个总比墙不倒好。观点：我认为美国要收购 TikTok 是基于品牌和用户群，不是算法技术。我觉得美国真心看不上抖音那点技术，也不完全是。大家要了解一点，美国的公司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很多很厉害的公司技术上很厉害，但是美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美国也好，西方国家也好，他们对这个隐私的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他们在大数据的应用方面是受到约束的，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很多大数据上的一些应用，美国公司做不到，或者是美国的公司没办法做，但是在中国能做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对用户的这种分析啊，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需要时间的。这些算法通过通过这个实践，不断的去摸索，不断的去了解用户的这种规律，这是时间啊，这就是时间我们叫时间成本。为什么要买它这个东西的原因，实际上是买它这段时间付出的这些成本，不仅仅是技术成本，还有时间成本啊，这就是值钱的地方是这个啊。技术可以有，技术开发是没有问题，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你需要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摸索，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啊。情况，中国失踪的那2颗导弹在推特上看到残骸照片，跑到广西去了，估计是真的，老百姓造不出这东西。然后今天就有很多人在那洗地啊，很多五毛在那洗地，反正2条，第一条，吹牛的事情总是会露馅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环境，吹牛是有点难啊，吹牛就是掩盖这些吹牛的事情是有点难啊。观点：人工智能就是新的独裁统治，世界需要新的体系来定义个人隐私，保护个人隐私，非常正确。情况，国内政府严重缺乏资金，我领导参加一个座谈会，说现在正在推动以高速公路分段融资筹集资金。观点，王老师说中国的产业政策没有成功的，这个观点和张维迎不谋而合。对于中国的产业政策这一争论，张维迎和林毅夫之前在北大有一场著名的辩论，不知道王先生对张维迎怎么看？他的观点也是蛮犀利的，现在好像被雪藏。张维迎本来是目前中国经济领域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学者啊，经济学家啊。那么，但是他其实是市场派啊，就是他非常强调这个市场啊，就跟吴敬琏是一脉相承啊。他跟吴敬琏是一脉相承，但是他被打压，他一直被打压。张维迎的这个观点，我很早我就知道啊，他也是在说这个林毅夫嘛，2个字垃圾，所以我不想评论他。所以林毅夫他不是，我说他垃圾，并不是说他不懂，他是懂的，他知道的啊，他对市场对经济是很了解的。我说他垃圾是因为他知道但是他仍然去讲政府和领导想听的话，所以我说他就是垃圾。观点，推荐大家一本《未来简史》，非常棒。如果人工智能被社会主义获得，有多么可怕？2016年出的书里面就预料到，应该叫不是被社会主义，是被独裁政权啊，被独裁政权拿到，还有包括大数据，包括大数据挖掘，把这些东西全放在一起来，是很可怕的。大家记得那个健康码吗？健康码就有这样的功能。我们有一期专门的节目讲健康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就是人工智能加上大数据，最后变成一个什么东西？最后的社会场景会变成什么样啊？是很可怕的啊。观点，参加过几年 NVIDIA 人工智能大会，说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一地鸡毛，不太正确。中国依靠低人工成本优势以及高超的模仿手段和规模优势以及低人权的结合下，实际上欣欣向荣，有很多公司算法做得很不错，美国应该警惕。当然
这个应用肯定有一些是很受，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效应其实是很明显的啊，我们从监控就能看出来，监控录像就能看出这个效果来。但是你说它欣欣向荣，我干肯定不是啊，有欣欣向荣的公司，但是整个的产业来说，应该是一地鸡毛。我们一地鸡毛讲的不是所有的公司，每家公司都一地鸡毛。那我如果要这样表达的话，你今天听不到几句话。我们讲的一地鸡毛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整个的行业啊，这个行业应该是一地鸡毛的了啊。我还是坚持这么认为啊，你没说服我。观点：拼多多这种企业败坏整体的商业环境，居然还被吹捧，真是恶心到了我。没有版权意识，假冒伪劣，还能套个消费降级的高帽子，醉了。好，观点：5G 基站需要大量的先进制程芯片，全靠台积电供货。台积电已经讲明不会给华为供货了，非常正确。情况突发，字节跳动可能卖不动了。中国发布了限制出口管制目录。字节跳动算法是依靠中国人口的大数据开发的。情况，我之前就做过国内一线城市高清视频监控网的项目，但自己有一次交通事故报警，还有一次碰到小孩走失，2次事件都提醒警察去查监控，结果警察就是不查，还糊弄我们说查不到，结果我通过内部关系进监控室一查就查到。中国的警察就不用说了。他就是匪。观点：在中国，老百姓投资科技股票没意思，只有买点白酒股票一定可以涨。观点：移民最重要的是决心，而不是条件，非常正确。旅游签证出来，绝对能在欧洲找到合法渠道待下去。加拿大现在依然很好移，连我这样的草根都移了。最近几年来加拿大移民主体是印度人，占了一大半。非常正确。观点：王老师举例，凤姐给我极大的勇气。我一直有移民的想法，但是找不到方法，因为很多移民需要好多钱，我又不是那么有钱的人。刚才网友已经给了建议啊，你只参考一下。观点：很多中国人，包括曾经的我，觉得 CCP 再坏也是中国人，中美斗争应该站在中国一边。可是我后来明白了，中美争端，美国要是输了，中国人更倒霉。所以中国某种程度和领域越失败，大家过得越好。 AI 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不少朋友干这个，都是拼命的抢政府补贴做安防，是这样的。好，明谢贵人111情况，今天去曼城中餐厅吃饭，里面有一个洗脑很严重的服务员，我和他聊英国游行罢工的事，他说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这些东西是有组织有纪律，需要许可证，如果没有纪律的游行会被打掉。他还说64坦克就是因为游行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所以军队就上场。可问题是这种不可能被政府批准，黑名贵应该不会提前和政府讲吧。他说所有国家都是这样，游行都是政府同意的，不然上军队，完全像个统战部。但是我想知道真实的情况，他甚至拿到了绿卡，应该在英国有很多年。好，我讲一下游行。没有错，所有的游行都要申请所有的游行都要申请，然后都是跟警察申请，然后警察要批准。在香港是什么？香港有个不反对通知书，就说我申请从几点到几点，从哪里到哪里，大概有多少人，然后你要讲清楚，然后他就根据整个城市运行的情况，给你发一个不反对通知书。我不反对你游行啊，那你就去游行吧。为什么叫不反对通知书？他就要避免说我要批准你，因为游行示威是人的基本权利，所以你不能够如果我的基本权利你要得到你的批准的话，那我的基本权利是受损。所以我只是说我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但是基于整个的城市运行的考虑，政府如果没有影响太大，你就必须批准，你就不能够反对，你只要不反对我就进行。
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不是说政府要批准，是政府要批准，是政府不反对我就可以进行啊，是一件这样，因为你要想一下，游行示威是对交通啊，对城市运行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是合理的，这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啊，一个平衡。但是政府不能够阻止老百姓做这件事情。你可以说啊，你这时间正好是高峰期，能不能晚一点呢？我们商量一下。你说下午5点到6点那是我高峰期，你能不能2点到3点，或者是8点到9点一样的？政府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跟游行的组织者讨论这个问题。所有的民主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程序啊。John Snow， 谢谢。鸡粉，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明天再见，谢谢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